Hello， 歡迎回到品家音響。今天呢，我們來稍微談一談在音響圈當中呢，時常被大家討論跟爭吵主題之一——音響擺位跟空間聲學。那討論這個東西應該會有點流量啦。不過，其實重點是我們想問說，你有沒有想過，有沒有問過自己說，為什麼在喇叭擺位的時候會有建議用正三角形這個形狀去擺放呢？那為什麼會有喇叭建議的投影角度？那為什麼有的人會建議要投影，有人建議不投影呢？那為什麼要去在意吸音、擴散、聲學控制等等這些問題呢？那今天呢，就是想要跟大家來分享一下這件事情啦。那其實空間聲學是一門非常嚴肅的科學，除了我們稍後要介紹一些廣播標準的建議之外，還有這個標準的它的背景之外啦，另外還有聆聽者的主觀感受都必須加進去。那其實這是為什麼很多專業錄音室，它的 control room、它的 live room 以及專業的音響聆聽室，幾乎呢都是在這個框架下面去設計跟調整的。那這裡呢，我們就大概來講一下廣播標準的由來好了。那原則上我們在聽喇叭系統的時候呢，是在聽喇叭、空間以及我們聆聽者之間的互動的關係。那這裡呢，我們就不得不提到聯合國裡面呢有一個叫做 ITU 的組織，它的全名呢叫做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它裡面呢有2份文件，就特別記載跟建議大家應該怎麼做這件事情。那一個呢叫做 ITU-RBS775， 它的標題呢是 Multi-Channel Stereophonic Sound System with and without accompanying picture。那另外一份文件呢叫做 ITU-RBS1116， 那它的標題呢是 Methods for the Subjective Assessment of Small Impairments in Audio Systems。那我們依照 ITU 的国際廣播標準建議啦，它裡面就有說，聆聽者呢跟喇叭呢應該要成一個正三角形，而且呢喇叭建議的投影角度呢是30度。好，那這個30度這個數字怎麼來的？其實我們早期在開發音響的時候，並沒有把空間聲學還有我們人腦去解析空間的概念完整放進這個世界裡面。那後來有2位科學家叫做 Barron 跟 Marshall 呢，他們發現人類對於空間感的感知呢，跟時間有絕對的關係。那他們的研究呢，量化了空間感跟側牆壁這邊的反射的關係。他們研究發現呢，我們的空間感來自於 early lateral reflections， 也就是早期側向反射。那時間呢，從10 millisecond 到80 millisecond 之間抵達的反射音呢，是創造音場的黄金時間。那研究指出呢，側向反射音最理想的角度從側面從旁邊來，而且要跟直達的直接音呢有一個交叉角的越大，創造它的声音的寬度，也就是 apparent sound width， 這個寬度越明顯。那 ITU 它採納30度這個數字呢，其實這是一個取捨，就是為了在節相那個畫面的清晰度跟空間感它的開闊之間要取得一個最佳的平衡。那接下來有陸續很多學者工程師在空間聲學上面有很多教科書，還有一些文獻等等的東西，像是說，譬如說 Heinrich Kutthoff 他的 Room Acoustics 其實就是最經典的那個教科書。還有另外是 Mendel Kleiner 跟 Jerry Tichy 他們合著的一本書叫做Acoustics of Small Rooms。這些呢，其實對於說你對於空間声學有興趣的人呢，這2本書都是必讀的書。ITU 這2份文件呢，在學術研究單位以及錄音室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要做研究，要做產品開發要完成一張專輯，你就必須在一個標準可控的空間下完成。那我要題外話說一下啦，剛剛講那個 BS1116 這份文件裡面呢，它更是定義了盲測的流程哦。再來呢，我們再繼續講講就是廣播標準，還有學術以及業界的一些聲學的建議。那就如同我們剛剛講的，廣播標準它建議呢是正三角形的擺位，而且呢，喇叭跟聆聽者之間的建議距離呢是2公尺到3公尺之間。那接着呢，中高音單體的高度呢，盡量要跟聆听者的耳朵要等高，其實大概就是我們坐下來之後在120公分左右。那如果因為環境的關係沒有辦法等高怎麼辦？那其實還好，你還有一個正負15度的角度呢，可以去做調整。那聆聽空間這個大小方面其實 ITU 它並沒有給一個絕對的長寬高的比例數字，但是在空間它的面積跟體積上面它有特別講幾個事情，就是你空間的面積呢要20平方公尺以上，也就大概是6坪以上。那空間體積呢要30到110立方公尺之間。那雖然說我們剛剛講，他說他沒有給一個絕對的空間比例數字，但是在學術界以及業界其實有幾個推薦的比例而且這幾個數字呢剛好都在 ITU 建議的比例範圍裡面。那這常見呢就是 Bolt、Loudon 跟 Cox 3種。
那 BOSS 的建議值呢有3組，一個是2:3:5，然後1:2.33:4.33，再來是1:1.26:1.59。那 Loudon 的建議呢是1:1.4:1.9，最後呢是 Cox 的建議是1:1.56:1.86。那空間比例為什麼那麼重要？其實就是為了要避免 room mode， 也就是我們常講那個駐波的問題，是避免不是根除。而且呢，這樣这個比例也比較能夠有效的呢，讓低頻和的能量平均分布在空間當中，聲音聽起來也會比較乾淨。當然呢，也關係到80 millisecond 的黃金反射時間。那搭配還 OK 的那個喇叭安裝位置呢，就可以讓直接音跟早期反射時間呢會比較正確一些。再來呢，就是空間反射 delay 的時間。依照 ITU 的建議呢，早期反射呢建議要比直接音呢晚大概是6個 millisecond 以上到達聆聽者的耳朵。那彈響長度呢就要看 RT60 的，那最理想狀況是 0.25 秒。不過依照空間不同呢，其實它是建議 0.2 到 0.4 秒之間。再來呢就是皇帝位了，那是不是坐定位之後就像雕像一樣不要動呢？當然不可能嘛。所以在一份研究當中，我們發現人頭的位置呢，如果距離中心線，如果你不超過1公尺的話，都還 OK。不然的話呢，會出現很嚴重的左右不對稱的問題。最後就是喇叭該從哪裡開始擺才比較合理。那我記得我們有 po 文說過，我們每次音響展喇叭安裝的起點都是展房的1/3。那這個說法其實你有可能會聽過一些老玩家或者是雜誌編輯說過。不過為什麼是1/3？因為在一個矩形的空間裡面呢，在它1/2跟1/4的位置呢，其實是很容易會有頻率的疊加或者是抵消的狀況。那選擇1/3這種不是它的那種偶數倍數的位置呢，是物理上跟邏輯上蠻合理的起點。另外呢，有個那個聲學專家 Wes Lashat， 他透過實驗呢跟計算，發現在一個矩形空間裡面呢，它的38%的位置呢是低頻的駐波最平順，然後音色最中性的地方。這個呢可以參考看看。最後呢，還是得回到實際應用，我們自己呢該怎麼把這套標準建議呢套用在自己的空間裡面。那首先最重要的事情是，你必須以你自己的生活空間的實際狀況去評估你是否要真的這樣去做處理。多數人，大部分大家的音響都放在什麼地方？客廳。那客廳的環境中能夠做的調整的事情其實也有限。那我們跑的案子裡面呢，絕大部分呢都是開放空間，所以說你要follow 那個廣播標準去擺放，實際上是不可行的。那至少我們認為啦，如果你能夠投影的話，多一點直接音到達耳朵會比平行擺放好一點。再來，如果你真的不想投影，那其實現在的喇叭的設計呢，它的 Phantom Image 的效果呢，已經算很不錯了。縱使你擺平行的，你的 Phantom Image 呢也不會跑掉太多。如果你跟你的家人一起住，你擺平行的話呢，通常家人也不會有太多意見。那有沒有做投影，最直接會反映在節相跟音場。有投影的節相呢，會比如說像歌手聲音會比較直接，會比較結實，空間感呢會比較適當一點。那如果沒有投影擺平行的話呢，音場感覺會比較寬，歌手聲音會比較單薄一點，同時也會感覺它的聲音比較大片一些。甚至目前市場上呢，也有一些 DAC， 然後還有一些數位串流擴大機，它是有內建 EQ， 或者說像 Dirac 這種比 EQ 高階很多的這種數位聲學校正軟體。那這樣的軟體是可以依照目前業界建議的那個目標的聲音曲線呢，盡量幫你做出一套屬於你空間的 FIR filter 來調整聲音。不過真的，你有一個空間可以專門放音響的話啦，那麼就像我們前面講的事情，就可以比較認真的去看看了。那你可以透過測量麥克風，配合 REW 或者是 Open Sound Meter， 或者是像 Smart 這樣的聲學測量軟體呢，去了解你空間的現況。無論是要透過喇叭位置、聆聽位置去做相對的調整，還是說你要搭配吸音、擴散這類的物理的方式去控制聲音啊，都是不錯的選擇。那我們非常建議你們可以就是參考，你的聆聽空間可以去參考 RFC， 就是像是 Reflection Free Zone 的設計，來讓聲音呢得到更好的控制。那我們的音響室啊，其實就是照這樣子的觀念去設計的。那聲音效果到目前為止呢，我還是認為是非常好的聲音效果。
那最後呢，我這邊介紹幾個好用的工具呢，給大家參考看看。那第一個工具呢是叫做 Acoustics， 那這個網站它有提供矩形的空間，它的 Room Mode Calculator， 還有非矩形空間的 Room Mode Calculator， 還有一個很酷的聲學射線追蹤工具。那這個工具呢，可以模擬聲波呢在你畫的那個空間裡面的樣子，這樣子飛來飛去的樣子。那他們最近也開發一個 iOS App， 可以讓你透過 iPhone 它的 LiDAR 掃描器呢來掃描你的空間，然後呢幫你計算出你空間裡呢它的 Room Mode 長是什麼樣子。那這個 App 呢，它有提供5個免費的模擬計算，然後你可以再付大概是120塊新台幣來看看其他84還是85個 Room Mode 計算的結果。那下一個工具呢叫做 SBIR 計算機。那 SBIR 呢，意思就是 Speaker Boundary Interference Response， 就是喇叭邊界干擾響應。那這個計算機呢，是在一個矩形空間為基礎啊，去計算說你的喇叭發出聲波之後，碰到像是說牆壁、地板、天花板反射回來，然後跟你的喇叭它原本的直接音產生的相位干擾的現象，它會去算這個。你輸入相關的數據之後呢，你就可以得到你的喇叭在這個空間當中它在數學上的物理狀況。最後一個工具呢是空間比例的計算工具。那這個工具你就可以知道說你自己這個空間是否呢在標準建議的範圍內。那這3個工具的連結呢，我會放在下方。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可以去看看，去玩玩看，還蠻好玩的。前面說了這麼多，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件事，就是這些來自於學術以及業界內的建議啊，你可以選擇去 follow 它，或者是你要照自己的意思去擺放音響都可以，並沒有任何人呢可以強制你該怎麼做。那知道這些好處呢，第一個就是未來如果你有機會打造出一個跟全家可以一起享受的一個影音空間，還是說你可以擁有一個空間自己可以好好聽2聲道或多聲道的音樂，那這些建議的標準就可以當做一個很好的參考資料。還有就是，如果你在網絡上跟人家討論或吵架的時候啦，至少你的腦袋中會有個聲學知識哦，這些基礎呢，讓你比較不容易被人家牽着鼻子走。那希望呢，今天影片對你來說有點幫助。那如果你喜歡我們今天影片呢，歡迎按讚跟分享。那如果你還沒訂閱我們的頻道，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哦。那我們下次見，拜拜。